而这一期我们要实现的就是关卡的切换。我们在关闭视频录制之后，我制作了多个关卡这些关卡都是继承自我们这个 level 场景的。通过右键新建继承场景就可以创建场景1、场景2、场景3和我们场景4，我们已经制作完了。之所以没有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去制作，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产生新的知识点，完全就是使用我们的 TailMap 节点来绘制就可以了。所以呢，这里我们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好，那我们有了这样4个关卡的基本的结构，我们要实现关卡与关卡之间的切换，那么我们要怎么来做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 entity， 也就是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呢，代表我每一个关卡的出口，或者叫做终点。那么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终点所代表的一个素材，就是这个奖杯它代表的是我当前的终点的位置。那么好，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就叫做 end。 创建好之后打开它，那么它需要能够在场景里面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animation， 因为它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 animated 的精灵一个动画精灵节点。 OK， 添加完之后，在右侧给这个精灵添加一个新的精灵片段。添加完之后呢，它默认的状态，它的一个 idle 动作，只需要添加上它就可以了。而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个当我们激活状态的时候播放的动作因此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动作，这个动作起名就叫做 preset， 并且为其添加节点，那么选中它，选择纹理 items checkpoint and 选择这个，编辑一下。编辑它水平方向需要1、2、3、4、5、6、7、8个，垂直方向上是1个，全选，添加8帧运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好，它不需要循环播放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下面的这个动作，我们是希望添加在下面这个动画里面的，因此我们这里还需要重新的来一遍，全选，再添加一个新的动画，这个动画是一个 idle 动作，是一个默认的前置动作，实际上只有1帧，而它是默认的动作。好，有了它之后我们在场景里面就可以摆放它。在场景里面要摆放它，我们在1号关卡里面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只需要实例化一个子场景，我们的 and 找到它就可以将它拖在这个位置。我们希望实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呀？我们希望实现的一个效果是，当玩家和它接触的时候，它会播放一个动画，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动画播放完之后呢，它就通知外界，可以通知我们当前这个角色吧，或者通知我们这个关卡，说玩家已经来到终点了，我们可以切换到下一个关卡了。这样呢，我们在它内部来编写脚本，要想让它获取到它和玩家控制的角色之间产生碰撞那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一个 Array2D 节点，给这个节点添加一个子节点一个 collision 形状，这里面我们选择一个矩形形状，简单的框选当前这个奖杯的位置之后，我们只需要在脚本里面简单的实现当前这个 Array2D 我可以把 ready 也给它删掉，这个 Array2D 所提供的一个信号，当前有任何一个 body 进入我当前的区域我直接实现它。在这里面，因为只有玩家控制的角色是可以移动的，并不存在敌人的概念，因此呢，我们这里甚至不需要对 body 进行判断，而是只要有人和我产生碰撞关系，那么我们就让这个动画精灵让它去播放动画，等到它的动画播放完，我们就可以通知外界。通知外界，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使用一个 signal 这个 signal 就是 and 告诉外界我们完成了就可以了。我们在关卡的这个位置，每一个场景都需要这个 and， 因此我们把它放在副场景里边粘贴，把它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呢，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子场景里面去编辑它的位置就可以了。注意我们这里可以将 TailMap 的层级提高，让它优先的渲染在摄像机的前面让我们玩家可以看得见。这里我们改一下它的
order 里面的2给它改一下。这样呢，我们这个奖杯就看起来像是被藏在了这个场景的后边，被它遮挡住。第3关的站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第4关可以放在这个位置。这样呢，每一关都有了一个终点。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level 里边把这个终点组件拖过来，然后在 ready 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取这个 and 它的 signal， 也就是一个 and 的获取它，实现一个匿名的方法。这个匿名方法里边完成关卡的切换。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想直接将这个关卡切换在我们关卡自身去完成，而是在我的规划里面，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是实际切换关卡这件事情交给关卡的上一层也就是我们整个场景的慢节点来完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让它实现一个进入关卡的方法和一个退出关卡的方法这2个方法我们先不实现它。在这里呢，默认的我们让它调用完这个进入关卡的退出关卡的方法之后，继续将这个信号传递给上一级，通知上一级我们当前这个关卡结束了。好的，那这样似乎我们上一级就可以完成关卡的切换了。但是呢，我们告诉上一级的时候，依然要告诉他第1关、第2关、第3关、第4关每一关它的上一关和下一关是哪一个。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关卡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编号。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告诉他，引擎是不知道关卡之间的顺序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给这个关卡让它公开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就叫做 index 是一个 int 类型，默认是0。我们给1、2、3、4这几关去改变这个值，第2关是1，第3关是2，第4关是3。这样呢，关卡和关卡之间的顺序我们就定义好了。定义好它之后，就可以回到上一级来完成关卡的切换了。回到在慢节点里边我们来实现。在方法里边我当前咱们创建了是一个先给它这里面写一个 pass 占位符吧。我们当前是直接把这个所有关卡的副场景挪过来为了直接看它的效果。但实际上呢，这个节点应该是什么也没有的这个慢节点是非常干净的。